你们主仆四人本是患难与共，现在突然出现个我，是不是我影响你们生活了？你是说她们姐妹俩？青子，你放心，她们俩本来就那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相处久了，他们会喜欢你的。相处久了，你打算我们5个人一辈子在一起吗？青子，我可以和你回药王谷，这是我答应你的。至于红金和兰陵，不，我说的并非是他们。青子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承认，你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，可我喜欢被你影响的生活。人姐，你说神仙真的是逍遥快活、无忧无虑的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的牵绊呢？青子，以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。在黑风寨，你差点为我死了。你可知道，当时我就在心中发誓，我愿用一切换你的性命。你爹他还没有死。我爹在哪儿？就在你的面前。青子，别怕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墨雨，墨雨，怎么了？墨雨，你有没有看到青子？啊？他昨天没有跟你在一起吗？青子不见了。啊？青子不见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她？没有啊，他走了吗？慕容清走了。哎，墨雨，啊？他是不是被我们昨天给气走的？没有，一起帮忙找吧。大大没有怪你们，只是伤心。毕竟他好不容易跟慕容姑娘才……青子，青子。慕容清，慕容姑娘，慕容清，慕容姑娘，道长，你可曾见到昨日那位身体虚弱的姑娘？狄大人，这是那位姑娘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。天还未亮，她就已独自上路了。人姐，原谅我再一次不告而别。你我曾经约定过，不必再问为什么。昨天一夜，青子已当是一生一世。今后你我再见，已是青子的来生。慕容清也不再是慕容清。
切都是尘缘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尘缘自也有起有灭，道法自然，狄大人莫要太过执着。傻书生，对不起啊。与你无关。哎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去把慕容清找回来，他现在身上有伤，应该走不远。站住！不用去了，不关你们的事。大大，我没事。师太说的对，缘起缘灭，道法自然。青子离开自有他自己的原因，他有他的选择和自由。我们出发吧，回汴州。自古以来，道家讲究的便是冲虚恬淡、清净无为。但矛盾的是，在这背后燃烧的，却是得道成仙、永生不灭的欲念，且前赴后继，愈演愈烈。白日飞升被道家视为修真的最高境界。据说一位叫玄瑜的道姑，曾助人飞升成功，一时被传为佳话。可即便现实中有人见到，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阴谋。黑风寨一案，朕差点就失去唯一的兄长。蒲王流浪江湖多年，朕实在是不忍心。今朕想接蒲王回长安，兄弟重聚。皇上万万不可有此念，将蒲王流放是先帝的遗命。先帝这样做，正是担心蒲王势力过大，那样会威胁到皇上。可蒲王已经流放多年，他的党羽早已不复存在了。即使回到长安，朕也只不过让他养尊处优罢了。他又不参与朝政，他如何威胁到朕呢？皇上，恕臣直言，皇上宅心仁厚，恐怕会给阴谋者钻了空子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蒲王虽然在外，但只要回到长安就是危险。即使蒲王没有反意，也要谨防别有用心的小人将其利用。只因为他是先帝和长孙皇后之子，皇上的亲兄长。陛下，长孙大人此话不假，祸患常基于忽微，吾皇应防微杜渐。楚大人，皇上素以仁孝治理天下，如何为君？用你来教吗？李府，你个小巧中书舍人，竟敢如此对老夫说话！你懂什么君王之道？遂良，不必跟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人计较。皇上，总之万万不可接蒲王回长安。皇上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再议吧。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，后宫武昭仪为陛下诞下皇子，应予以拔擢。陛下刚好缺一妃，不如就册封武昭仪为德妃。好啊，朕也有此意。徐大人之奏，朕准了，就请礼部快择吉日吧。皇上，臣以为武昭仪不可晋封为妃啊。又怎么了？朕想让蒲王回来不行，现在朕想晋封一个妃子也不成了吗？恕臣直言，武昭仪本是先帝后宫之人，现在皇上要册封她为妃，此乃有乱纲常，恐怕要贻笑天下呀。张大人，这是皇上的家事，岂容外人智慧？对，此乃朕之家事，无需外人过问。陛下，皇家无私事，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。皇上贵为九五之尊，应为万民道德的典范。皇上，武媚娘本以削发为尼，
便应当一心一意在感业寺为太宗祈福。但是其居心叵测，勾引陛下，像这种狐媚之人，应当远之啊！臣附议。臣也好了，够了！皇上，是否龙体欠安？微臣以为此事不妨改日再议，还请陛下保重龙体为先。退朝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真乖。气死朕了！真是气死朕了！参见皇上。先下去吧。皇上，何事惹皇上不快？不如叫媚娘替皇上分忧解难。还不是那些老臣，他们总拿朕当孩子，什么都要管。朕这个皇上，还不如让给他们算了。皇上，朕想让蒲王回来不行，朕想封媚娘为妃也不行。皇上就为这事儿气成这样？这还不够生气啊！媚娘，你为朕生了小皇子，朕封你为妃有何不妥？你可没看见，今天长孙无忌还有褚遂良他们那副神情，一个个厉声言辞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弘文馆的大学士张孝训，他可真是一个古板的酸臭文人，他竟然跟朕说。媚娘不讨这个封号，媚娘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就已经幸福知足了。千万不要因为媚娘而影响了你和群臣的关系。媚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怨朕？媚娘怎么会怨你呢？皇上记得5年之情，能接媚娘回宫，又让媚娘生下小皇子，媚娘已经感激不尽了。皇上，老奴此时来是否？你进都进来了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皇上，王皇后和萧淑妃在昭仪寝宫外，请求面见皇上。王府，又是你告诉他们朕在哪里？哎呦，皇上，就算老奴不说，2位娘娘也知道。您下了朝，不在甘露殿，就在这儿，还能去哪儿啊？那就让他们走，朕不想见他们。皇上，还是见见吧，毕竟是皇后，还有淑妃。嘿，朕见他们干什么呀？这2个女人，天天吵架，见面就告状，朕一看见他们就头疼。啊，还有今天在朝堂之上，他们的父亲兄长，都站出来反对朕封你为妃，你还替他们说话呢。可是，皇上，素洁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她吧。素洁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个当娘的我也不活了。素洁皇上怎么了？还不是皇后，她那个养子燕王珠，非要跟素洁比试射箭，结果包藏祸心，不慎猎物，射我王儿。陛下，钟儿并非有意要射素洁，是钟儿发箭时，素洁她自己跑过去的。皇上，你快听，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素洁怎么会自己跑过去？她难道不知道箭会伤人吗？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跑过去？没准是你们的苦肉计。你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素洁皇上到底伤在哪儿了？重不重？皇上，那支箭结结实实的射在他的右臂上，血流不止。那只膀子估计是要废了。皇上，刚才御医在给素洁上药的时候，他还哭喊着要见父皇。皇上，你快去看看素洁吧。百家淑妃宫。
王，皇上来看他了。哎，慢着！素洁这孩子向来就孝顺，他要是知道朕来了，那还不得强忍着伤病起来迎朕？我看算了，别通报了啊！看你这回还往哪里跑？素洁，父王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连眼睛也伤着了吧？素洁。陛下，臣妾说什么来着？淑妃她根本就是苦肉计。陛下，淑妃记恨您封钟儿为太子，故意诋毁钟儿，就是为了让陛下改封素洁。哎呀，够了！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的太子太子。娘什么娘？不争气！皇上，我不都已经封钟儿了吗？啊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皇上，素洁真的伤了，只是因为我不在，她才一直贪玩，所以她……皇上，您怎么了？我在朝上受那些老臣的气，我下朝还要受他们的折磨。罢了，王府，赶快扶朕回媚娘寝宫。是。皇上，你这个贱妇，胆敢诬陷我的钟儿，现在被皇上厌烦，真是罪有应得。皇后，你又好到哪里去了吗？你把武媚娘这只狐狸精接入宫，就好像搬起一块大石头，砸了自己的脚。皇后，你疼不疼啊？你，妹妹，大事不好！皇上今日在朝堂之上要封武媚娘为德妃。什么？你说皇上要封武媚娘为德妃？礼部大臣许敬宗请奏，还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赞成。幸亏有长孙大人、楚大人，还有大学士张孝胥坚持反对，否则皇上就要下诏了。妹妹，你现在的对手不是萧淑妃，而是武媚娘。武媚娘为皇上生了个皇子，皇上宠爱武媚娘，今天要封她为德妃，说不定哪天就要封她的儿子为太子啊！启禀娘娘，这是三清观派人送过来的。淑玉真公主，下午三清观打醮，请我前去观礼。正好，我想求支签，这到底是祸是福？请老天爷来断一断。玉真公主请你过去。三清观是皇家道观，也是玉真公主修道的地方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绝对不能驳她的面子。而且，我也正好想去一趟求个签，看看有什么对付武媚娘的办法。皇后娘娘。刚才就看到姐姐的马车，我已经命人退让，还是在这儿不期而遇了。妹妹可是留不成皇上，来道观散心啊！哼，姐姐难道不是吗？皇后，淑妃，既然来到了三清观，我们都是有缘之人。清教就要开始了，请随我一块进去吧。
主，我想求1000。本宫也要求1000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我跟姐姐的命谁好。看来2位有心事啊。金兄，拿2个签筒过来。是。请。皇后娘娘求得多少钱？17千。淑妃娘娘，你的呢？17千。看来玉珍说的没有错，2位娘娘果然是有缘之人。金修，把17千的签文找来。哎。日月同辉，百花煞；明日春来，暗玉箫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莫急。今日2位娘娘真是有幸，玄鱼仙姑正好游历本观。玄鱼仙姑法力高深，解签甚灵。既然2位娘娘抽到同一个签文，不妨我们一同去找她解签。玄鱼仙姑。可是那位季玄鱼，正是。看来皇后娘娘也知道玄鱼仙姑的大名啊。哼，那个季玄鱼在并州助人白日飞升，整个大唐都知道了，有什么好奇怪？哪里来的如此大的2股怨气？你双眼紧闭，又如何看得出我们有怨气？怨气存于人心，不是用眼睛看的。季玄鱼参见皇后、淑妃娘娘。你竟然知道我们的身份？玄鱼当然知道，不过这身份已经岌岌可危了。大胆道姑，竟然敢出此妄言！仙家不打诳语，从不妄言。水无常态，人无常事，这是颠扑不灭的道理。否则，2位娘娘也不必来找玄鱼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玄鱼知道2位娘娘同求了1支签，不妨将签文说来听听，一切便将明白了。日月既然同辉，则日月同时悬于空中，意思便是明空。这明空是个法号。明空是武媚娘在感应4时的法号。正是这个明空，现在很得圣宠，它的出现让后宫众人颜色尽失，当然也包括皇后和淑妃娘娘，因此便是日月同辉，百花煞。那明日春来暗玉箫呢？明日春来则是百花齐放，明空便已不再当道。这么说，武媚娘也有失宠的一天，但要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条件便在最后的3个字之中。既然是暗玉箫，便是按住玉箫上之一孔，拆解开来是玉字少一点，也就是王字。因此，条件便有了，就是要王萧合作，也就是让皇后和淑妃娘娘合作。你让本宫和淑妃合作，这是天意。2位同来3清观，又同求1支签，最重要的是，共同面对1位敌人。笑话！我萧淑妃怎么可能跟他合作？你以为本宫就愿意与你合作吗？若不是你引武媚娘进宫，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？
本宫引武媚娘进宫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你独占皇上，自以为就了不起了吗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哼，本宫贵为皇后，而她只是一个妃子，本宫怎么会跟她同根生呢？你，两位娘娘都是皇上的女人，都依赖于皇上。若是皇上有什么事，想必你们争出一个胜负输赢也毫无意义了。什么？你说皇上会有事？两位娘娘有所不知，那武媚娘原是修行500年的狐狸精，幻化成美貌女子迷惑皇上。若是再不将其收服，皇上性命堪忧，大唐社稷堪忧。实不相瞒，宣瑜也正是因为此事，才来到长安的。难怪，那武媚娘在尼姑庵落了范，还能将皇上迷住。还有，她那对媚眼，现在看来分明就是一对狐狸眼嘛。所以，皇后和淑妃娘娘要一同齐心协力，才可度过此危机之关头。李义府、徐敬宗这帮小人，分明是想借攀附武媚娘而讨好皇上。我看，这个武媚娘，根本就是个狐狸精，搞得皇上晕头转向。儿子要娶父亲的女人，这成何体统啊！王大人、萧大人，皇后和淑妃现在怎么样？哎，我那皇后妹妹有几日未曾相见了，想必和过去还是一样。她那脾气，岂是旁人能说得动的？我那女儿亦是如此啊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。长孙大人，皇上刚刚与李义府商议，要将蒲王殿下接回长安。李义府这个奸佞小人，皇上现在何处？在甘露殿。老夫现在就去面见皇上。张大人，武媚娘现在是昭仪，言辞上你要收敛一点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长孙大人，请放心吧。玄武门之变到现在，想起来老夫依然是胆战心惊啊！若不是先帝先发制人，早已被陛下的2个叔伯所杀。皇族争斗历来有之，陛下绝不可掉以轻心呐。舅父，你总是为那些陈年旧事所困，所以想的太多了。那玄武门之变，正值天下初定，各方权势尚未稳固。所以皇族内部之争才不可避免，而现在呢，已是我大唐盛世，天下太平了。试问那蒲王，又为何会违背先帝遗命而有不轨之心呢？陛下，自古以来，皇室争斗并非因为治世或乱世而发生，只因为那高高在上的皇权代表着无限的权力和荣耀。陛下。有机会得到他的人，谁会不为死而动心呢？但是朕认识的蒲王，是超凡脱俗的，他更像是一个文人雅士，而并非权力的崇拜者。唉，陛下太过善良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先帝那么宠爱蒲王，却又痛下狠心将其流放的原因呢？臣妾叩见陛下。老臣拜见2位娘娘。舅父快免礼。是啊，舅父，你终日为国事操劳，我们姐妹应该多去看望你才是。谢娘娘挂念着。你们今天这是？皇上，今日御花园的牡丹开得可好了，
我跟姐姐刚赏完牡丹回来。是啊，臣妾还叫了画师，为我和淑妃妹妹画了一幅赏花游园图呢，拿给皇上看看。是。三清观季玄瑜参见皇上，长孙大人。仙姑免礼。皇上，这位仙姑法力高强，已是修道成仙之人，是玉真公主的好友。是啊，皇上，我跟姐姐能够重归于好，也多亏了仙姑的点化。想想过去，都是我为人做事太过张扬，惹得姐姐不开心了。妹妹无需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是我嫉妒心太重，才致彼此不和。现在想想，也为陛下添了不少烦恼。皇后和淑妃娘娘能一同伺候皇上，是难得的缘分。今日一团和气，是后宫之福，也是陛下之福。仙姑所言正是。这么说，朕还要谢谢仙姑。助人为善，乃道家修行的本分，陛下无需答谢玄瑜。既然如此，仙姑就留在宫中吧，还可以陪皇后还有淑妃多待几日。谢皇上。长孙大人，玄瑜看您的脸色，恐怕今日府上会有无妄之灾，大人还是小心为是。啊，竟有此事！陛下，舅父大人，这位仙姑法力高强，可以预知祸福，不可不信。是啊，舅父大人，还是有所防范为好。仙姑能让皇后和淑妃重归于好，的确非同一般。但无忌府上向来一团和睦，且又管理严格，会有什么无妄之灾呢？长孙大人，命中所定之事，从不以世俗常理而论，否则仙人也不会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那老夫倒要看看是什么命中注定之事。老爷回来了。玄瑜见过长孙大人。老爷，这位仙姑是三清观玉真公主的好友，十分灵验，就连你我在并州追随先帝时发生的事情，她都……仙姑来了多久了？仙姑来了1个多时辰了。当时我们正要去东山寺礼佛呢，正好仙姑来访。可是1个时辰之前，老夫还在御花园和你见过面呢。什么？1个时辰前，老爷见过仙姑？玄瑜知道长孙大人的疑问，大人可还记得玄瑜说过的无妄之灾？玄瑜正是为了制止这场无妄之灾，才行分身术前来。老爷、夫人，东山寺着火了，烧死了许多香客。老爷，要不是仙姑来访，咱们一家大小真的要去东山寺了。老夫谢过仙姑救我一家人之恩，那请书房一坐。请。老夫是个直接的人，从来不拐弯抹角，也请仙姑凡事直言相告。玄瑜乃修行之人，从来不打诳语。长孙大人，请说。仙姑此次进宫，并非只为了皇后和萧淑妃吧？长孙大人始终以为玄瑜做事有所企图，是否因为大人自己已经习惯做任何事都要有所求呢？长孙大人，不瞒您说，玄瑜在并州五峰山修道之时，见东方有妖气冲天，算来此妖就在长安皇宫之中。玄瑜为替天行道，才决定来长安除妖。仙姑除妖的确是替天行道，但是否有其事，就另当别论喽。长孙大人也许比玄瑜更清楚，
现在小人当道，蛊惑皇上，朝堂安危关乎百姓福祉，玄瑜不可坐视不理。我已算过，今晚的妖孽便会出来行凶，正是抓他的好时机。玄瑜会在太极宫归真观内做法，大人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来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狐狸精的毛发。刚刚狐妖在弘文馆杀死了张大人，玄瑜刚才灵魂出窍，就是去弘文馆抓他。可那狐妖法力颇深，让他逃掉了。什么？你说张大人已经死了？皇上，王府，外面敲锣示警，出什么事了？皇上，宫中有刺客，张孝胥张大人在弘文馆值夜被杀死了。啊！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舅父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臣也正是听说此事，才特意赶过来的。长孙大人，可知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张大人的笔记。哦，对，张大人曾经说要给陛下写一篇进言，应该就是这些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把情况说一说。是，当时我们听见张大人在里面一声惊呼。这么说，那武媚娘果然是狐妖所变。仙姑，那我们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，让他赶快离开那个女人？不行，皇上受那狐妖迷惑已久，不会轻易相信你们。那怎么办？两位娘娘放心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玄瑜自有办法让他现出原形。什么？你说跟仙姑到武昭仪寝宫门口就消失不见了？是。你们撞门的时候，
确实没有见到任何人吗？对，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人，只看到了张大人躺在地上。是，而且弘文馆里除了张大人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人来过。门是被张大人从里面反锁的，窗户也是从里面反锁的，也没有撬动的痕迹。这就奇怪了，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，又怎么跑出去的？还有这些碎纸和胡毛，守卫在张大人大喊的时候就立刻赶进来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要布置这么一个复杂的现场，根本就不可能。难道真的是狐妖作怪不成？长孙大人，下官以为不可相信这些无稽之谈。皇上，还是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大理寺来办吧。长孙大人，听说张大人昨夜被狐妖所杀，可是真的？张大人的死的确有些离奇。张大人平时说话不留情面，说不定得罪了什么人，被人报复也不奇怪。李福，你最好收敛一点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钟爱卿平身。谢万岁！申大人，案情有何进展？禀告陛下，仵作已经验过尸。张大人脖颈上的伤口，的确是致死原因。伤口上虽然有4个连在一起的尖痕，但仍无法判断，到底是人为所致，还是被触兽咬死。陛下，臣听闻张大人是被狐妖所杀。陛下，这世上并无什么妖怪，一定是凶手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段。陛下，可臣听说昨晚的情形十分诡异，凡人根本做不到。此事就交由大理寺查办。王府，皇上，你说这张大人究竟是怎么死的？皇上，您就别为难奴才了。这大理寺都查不出个一二，奴才怎么能知道呢？皇上，长孙大人求见。快请舅父进来。是。老臣参见陛下。舅父免礼。陛下，老臣有要事相告。舅父请讲。陛下，还记得昨夜，陛下问老臣为何也在宫中吗？老臣是在归真观内看玄鱼仙姑做法收妖啊！什么？舅父看玄鱼仙姑做法？陛下，张大人乃狐妖所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啊！这不可能吧？仙姑元神出窍时，老臣亲眼所见，不然2名守卫也不可能看见仙姑在弘文馆内捉妖。而且仙姑元神归窍时，手中的八卦绸布内还有狐毛。陛下，仙姑的法力连老臣都不得不信啊！陛下还记得，昨日我们在御花园遇到仙姑，她说老臣家里有难的事吗？朕记得，但是当时舅父并不相信。是。
可是当老臣回到家中，仙姑已经在老臣的家中等候多时。本来家人要去东山寺礼佛，可昨日东山寺大火，幸亏仙姑化身，及时赶到阻止，才幸免于难。竟会有此事！陛下，今日老臣经常出言顶撞陛下，这实在有失君臣之礼。老臣以为自己一心为公，心有社稷，担君之忧，就能像前朝魏征一样犯言直谏。幸亏有仙姑点拨，老臣才有所醒悟。这实乃有悖君臣之纲常，让吾皇蒙羞，还望陛下责罚。哎呀，舅父，快，舅父请起。舅父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朕处处还要舅父协助呢。陛下，千万不能让狐妖再在宫中作祟了。那这妖孽今在何处呢？那妖孽就在陛下枕边。仙姑，妖孽为何会在朕的枕边？陛下，那狐狸精就是武媚娘。不可能！媚娘一直温柔善良，又为朕生下小皇子，她怎么可能是狐妖呢？皇上，昨夜张大人之死，您是亲眼所见。玄鱼捉妖追至昭仪寝宫，却见那狐妖已经变回人形，就躺在皇上身边。为了皇上的安全，玄鱼才没有轻举妄动。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媚娘昨晚一直睡在朕的身边，一直睡得很香啊。皇上想想，昨晚昭仪寝宫可有什么异样？昨晚确实有些异样，似乎一直有人在敲门，但开了门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朕一直辗转难眠，而媚娘她……昭仪她却安睡如初，是吗，皇上？皇上，武昭仪只不过是狐妖所借助的肉身，玄鱼可以元神出窍，狐妖亦可以脱离肉身跑出去杀人。昨晚的敲门声，很可能便是狐妖作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媚娘绝对不可能是狐妖的。陛下还记得昨晚撕碎的那些纸屑吗？那本是张大人写给陛下的，是劝陛下远离武媚娘的奏折。而且在朝堂之上，张大人也力阻皇上娶武媚娘为妃。由此可见，武媚娘怀恨在心，将其杀死，是极有可能的呀。自古以来，狐媚多能惑主，商纣王正是被苏妲己所迷，才断送了江山。现如今，这妖孽已经在朝中笼络了一派势力，皇上应及时斩草除根，不能再让贤臣枉死。够了，够了！你们口口声声说媚娘是妖狐，那证据呢？皇上若是不信，玄鱼可以让武媚娘现出原形。皇上怎么了？快，朕要回甘露殿。皇上，要不要叫太医？皇上，你慢点。娘娘。严大人，你可知道你来的正是时候？这瓶玉丹春，人家想了1年了。今日得到，正愁少人对饮。怎么，
难道你信不过我们姐妹的酒量吗？好酒，这酒值得你享1年。大大不是信不过你们的酒量，而是怕你们太能喝，抢了他的好酒。严大人，您此次前来，不仅仅是为了看任杰这位故友吧？不瞒你们说，宫里出大事了。这武昭仪怎么可能是狐妖呢？我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叫季玄瑜的道姑，她在白云观助人飞升，此后信徒无数。我当时就对她有所疑问。这修道本来是件好事，可她却借着修道，诓骗他人，蛊惑人心，甚至还替凶手脱罪，真是可恶。这种假道姑无非是想取人信任，骗钱敛财，江湖上面见得多了。我虽然没有亲历现场，一切都是听人转述，可我私下的确是调查过，那2个侍卫言之凿凿，不像是撒谎，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必要撒谎。这有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自从弘文馆出事以后，皇上便一直头痛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了，叫那道姑试试武昭仪。当时我和长孙大人也在场。皇上，还请三思。毕竟皇上与昭仪素来情深。严大人，难道你是怕了武昭仪这个狐妖不成？若是玄瑜无法让狐妖现身，皇上可将玄瑜赶出宫去，继续宠爱昭仪。王福，去请媚娘出来。是。仙姑收手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昭仪恐怕不行了。够了，仙姑收手吧。王福，即日起，命人将媚娘锁入寝宫，不准出来。是。这黑心的道姑。严大人，武昭仪怎么样了？她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和小皇子被关在宫里。掖庭宫的宫女和太监，也无人敢去伺候她，人人都说她是狐妖。就连朝中支持她的那些大臣，像李义府、许敬宗他们，现在也无人敢替她说话。啊，对了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不许再查张大人的案件。看来皇上对武昭仪还是有情，所以他才逃避此案，于心不忍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样糊涂的皇上，留着他有什么用？就是，应该杀了皇上和那个假道姑，然后把可怜的武昭仪救出来。我的姑奶奶，这个话不能讲的，这是要诛九族的呀。严大人，他虽太过大胆，但他的方法往往是最直接、最有效。墨雨，任杰，你看你收的这2个人，以后你们可真要小心啊！兰陵、红巾，以后不准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墨雨，你不拦着也就罢了，反倒跟他们一起瞎起哄。没想到，你狄仁杰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狄仁杰对朝廷、对皇上，不是怕，而是敬。但这不代表仁杰对一切都是唯命是从。皇上不对的，也要纠正。严大人，仁杰这就跟你去长安。我倒要看看这季玄瑜
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好，我来正视此意。不过，让我来请你的，并非本官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是谁？等到了长安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臣言立本参见皇上。皇上，狄仁杰已到。狄仁杰参见皇上。墨雨参见皇上。兰陵、红巾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狄仁杰，看来你在汴州生活的不错嘛。原来只有墨雨鞍前马后，现在又多了2位美女。回皇上，他们是仁杰的朋友。皇上，请放心，他们随仁杰出生入死，绝对信得过，是仁杰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狄仁杰，最近宫中怪事连连，想必严大人已经告诉你了。回皇上，仁杰已经明白了，请恕仁杰直言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狐妖，只不过是那个仙姑，在背后兴风作浪罢了。可是张大人离奇死在弘文馆内，门窗紧闭，现场又是那般恐怖。还有，朕亲眼看到仙姑用照妖镜令媚娘现形。但皇上心中还是有所疑问，否则就不会找仁杰到长安了。朕心中是有疑问，可不涉与媚娘的感情啊。仁杰明白。皇上，仁杰和武昭仪在感业寺相见，虽然交往不多，但能看出来武昭仪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皇上，微臣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武昭仪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却3番几次被命运捉弄，真是可怜。皇上，后宫的争斗甚为险恶，而且一般都牵扯到朝中的各方势力，里面的关系其实是错综复杂，真相究竟如何，还需仔细的查证。此事厉害，朕自然清楚。狄仁杰，感业寺和黑风寨2宗大案，你都见有奇功，可见你能力非凡。朕这次命你潜入后宫，彻查张大人被杀一案。不过你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此事牵连皇后、淑妃，还有长孙大人，朕不想让他们知道。可是皇上，后宫并非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，仁杰又不能暴露身份，这次查案恐怕真的有点困难。狄仁杰，你的这些顾虑，朕早就替你考虑清楚了，只是不知道你又多带了2个人。王府，皇上，这事还能安排吗？皇上放心，您吩咐的事情，奴才一定办妥。啊，原来皇上给我们的安排就是让我们扮成太监和宫女啊！哎，你们可别小瞧了这身份，它能让你们在宫中进出自由，不被别人注意，而且还是个打探消息的有利渠道。你们知道吗？就连天机堂的人都问我们内侍监买消息呢。仁杰对这内侍监的规矩可是知之甚少。狄大人请放心，狄大人您是奉皇命办案，王府定当尽量相帮。只要你们低调做事，别暴露了自己即可，以防万一，我就把你们2个人分配到昭仪寝宫。嘿，来，这是你们的腰牌，拿着。嘿，叶小4，叶小5，叶小6，叶小7。对啦，4、5、6、7，简单好记。我已经把你们的名字记录在上宫局的册簿之中，记住了啊！以后进出皇宫一定要出示腰牌，千万别报错名字。是，请公公放心。嗯。看朱成璧思纷纷，憔悴之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
开箱验取16群。狄大人，人杰还记得昭仪在感应寺做的这首诗。昭仪对皇上的情谊，连人杰都为之感动。不知道昭仪是否后悔？既是真情，又有何悔？好，果然还是人杰1年前认识的武媚娘。狄大人觉得媚娘会变吗？任何人都有可能变，况且是在皇宫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地方。在众人眼中，媚娘的确是变了，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妖。媚娘倒是无所谓，只是刚出生的皇儿也无辜受到了牵连。昭仪，人杰来正是为此。感应寺人杰还你清白，现在还是。媚娘和皇儿谢谢狄大人。狄大人，是严大人叫你来的吗？昭仪果然冰雪聪明，是严大人叫人杰来的，但是叫严大人去找人杰的，却是皇上，所以人杰才有机会扮成太监，来后宫进行清场。那这么说，皇上还相信媚娘？依人杰来看，皇上现在应该是半信半疑，但皇上心里放不下昭仪却是真的。昭仪，请放心，人杰知道后宫的规矩，为了避免皇上以后起疑心，人杰只负责送饭打扫，不会给昭仪添麻烦的。至于随凤侍寝一事，人杰有2个朋友可以帮忙。小六、小七，你们进来吧。小六、小七，参见昭仪。参见昭仪。快起来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媚娘知道2位并非宫女，在媚娘危难之时前来帮助，媚娘真是感激不尽。以后这些虚礼都免了吧。哎呀，都是傻书生啦！说什么让我们在宫里说话一定要小心点，还说如果出什么差错就会掉脑袋。就是，要我说，都是狄仁杰太谨慎了。你看，昭仪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们又干嘛装模作样的在这端着呢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怎么最后都怪在我身上了？狄大人说的没错，皇宫确实不比其他地方，2位还是小心谨慎的好。不过在媚娘这里可以除外。在这里除外就好啦。哎，昭仪要小心啊，这2个姑娘可不是寻常的姑娘，这样让她们随便进来，那可真不得安宁。狄大人言重了，媚娘倒觉得轻松自在也是一种乐趣，尤其在眼下这种时候，尤为难得。昭仪如此气度，困在这皇宫里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这要是以前啊，我一定拉着你去做女飞贼。女飞贼？是啊。对，他们俩以前是女飞贼，所以自然觉得做女飞贼就非比寻常。喂，傻书生，女飞贼怎么了？我们那是闯荡江湖，劫富济贫，那是既潇洒又有义气的。潇洒也好，义气也罢，媚娘最看重的就是真性情。好一句真性情！傻书生，你这次可算是说对了，武昭仪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救的人。武昭仪，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那些冤枉你的人就交给我飞鸿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飞鸿金？哦，我叫飞鸿金，不是什么小七。哦，昭仪，我也不是什么小六，我叫飞兰陵，是飞鸿金的姐姐。我们在汴州与狄仁杰不打不相识，这其中的故事我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原来2位是侠女，媚娘失敬了。哪里啊？我们在宫中啊，还是按照我们自己腰牌上的名字叫好，都要习惯自己的身份，不然早晚会出事。不要忘记皇上说的话，他不想让皇后他们知道这件事。狄大人，那媚娘该如何称呼你呢？昭仪就叫人杰小四吧。小4、小6、小7，那怎么没有小5？昭仪，小5在此。墨雨上下，小5拜见昭仪。快快请起。昭仪娘娘，我们刚刚来的时候碰见了给您送饭的小太监，小5见饭菜凉了，便去给您热了热，所以来迟了。诸位今日之请，媚娘真的
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昭仪若要报答，就好好照顾自己。昭仪先用膳吧，顺便跟我们讲讲张大人出事那晚昭仪请功的情况。如此说来，那晚令皇上难以入眠的撞门声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昭仪。不知为何，那几日我睡得特别安稳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些事情都是后来宫女告诉我的。那由此可见，昭仪一定是被人下了迷药了。昭仪，你可还记得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你都吃些什么？那些日子，媚娘都同皇上一起用膳，并没有吃什么特别的。有一天晚上，皇上又听见了撞门声，然后他大叫从媚娘的寝宫跑了出去。后来媚娘被惊醒，待得媚娘冷静之后，查遍了整个寝宫，想找到一些线索。后来在门缝的边缘发现了一样东西。就是这个。是血。莫非这血迹是留在门框上被昭仪发现，然后用绢帕擦了下来？正是。这不是人血，时间有些长了，嗅不到。但我敢肯定，这不是人血。难道这血跟撞门声有关？老奴给昭仪娘娘请安。王公公免礼，这几日谢谢王公公。娘娘言重了，老奴在后宫30年，什么事没见过？有些事情，即便亲眼所见，也未必是真的。我们做奴才的不能多说，皇上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得做什么。王公公，媚娘明白。嘿，王公公匆忙而来，可否有什么事情？嘿，小四啊，我这儿真有份好差事，我这思来想去的，就你最合适，所以我才匆忙赶来。这弘文馆出事以来，一直被封，宫中众人受妖狐之言蛊惑，不敢靠近半步。大理寺的人查了几日，刚刚通知我们内侍监，说可以打扫卫生了。王公公说的没错，此事确实应该交给小四来办。嘿，当时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。一股骚味儿，果然是狐狸毛。一只狐妖作案，竟然留下这么多的毛，真是生怕天下人都不知道它是只狐妖。这门和窗丝毫都没有破损的痕迹。守卫也说，当时没有任何人进出，就张大人一个人在里头，而且把门和窗都从里边拴上了。难道凶手会变化无形？变化无形，这听起来倒有几分狐妖的样子。大大，你看，这上面有“陛下”2字，也许就是严大人所说张大人写给皇上的奏折。真是奇怪，这里尽是奇怪之处。
凶手既然要让大家以为是狐妖作案，一定会有奇怪的摆设。我说的并非是狐妖作案奇怪，那还有什么地方是奇怪的？这书架和书案都在这儿。张大人无论是写字还是查看资料，也都在这边。为什么尸体和所有的碎纸屑，还有狐毛，却都在这一进门的一小块空地上？即便是狐妖作案，也没有必要把尸体和所有东西都移走。真是奇怪。也许是凶手突然出现，张大人想逃，慌忙中带着自己所写的奏折，被凶手逼到了那边。说不上为什么，我总是觉得现场太奇怪了。王公公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小四接近季玄宇？这道姑平日在宫中的归真观清修，不许任何人打扰啊。不过每日倒是有太监可以去送饭。王公公，不如将此事就交给小四来办吧。当然可以了，我们都是内侍监的人嘛。谢谢王公公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伺候皇上了，你们赶紧打扫卫生吧，屋子这么大，还得收拾半天呢。开工。谁在外面？那是见太监小四来给仙姑送饭。放下吧，有劳公公了。仙姑，公公还有什么事吗？小四听说仙姑卜卦算命灵验，所以想请仙姑替小四算一卦。只因小四家里发了洪水，现在家人的情况怎样，小四也不知道，所以想请仙姑大发慈悲。公公，请随玄玉进来吧。谢谢仙姑。公公请坐。公公想要卜卦，可以开始了。难道仙姑不让小四求签或者掷钱吗？你我相对而坐，只要心意相通，无需问卜，玄宇也能答出公公的问题。那要如何做才能与仙姑心意相通？放下成见，坦诚相待。小四对仙姑只是尊敬，并无任何成见。既然如此，公公可以开始问了。我想知道家人现在可否安好？公公的家乡并未遭遇洪水，亲人当然安好无恙。仙姑果然灵验。小四一直听说仙姑法力高强，所以想试一试。公公，法术并非可以轻易尝试，对神明应当存敬畏之心，否则会遭神明惩罚。以后切莫随意乱试了。仙姑说的是，小四以后不会乱试了。严大人，人杰，我听墨雨说你去给那季玄鱼送饭了，那可有看出道姑的破绽？季玄鱼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个潜心修道之人，可是，一切似乎又没那么简单。他好像可以看穿人心。看穿人心？他对你说了什么？胜就胜在，他没有对我直说些什么，只说了一些玄而又玄的话，却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。那要如何做才能与仙姑心意相通？放下成见，坦诚相待。公公的家乡并未遭遇洪水，亲人当然安好无恙。
仙姑果然厉害。法术并非可以轻易尝试的，对神明当存敬畏之心。以后切莫随意乱使。这季玄瑜的背景究竟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进到宫中？我曾听闻，他以前在并州，曾助人成功飞升，其余的就一概不知了。这世上任何人都是由父母所生，就算墨雨是个孤儿，也有我的恩人狄之训大人收养。我一直在怀疑，是王皇后和萧淑妃把这个道姑请到宫里来对付武昭仪，而让季玄瑜兴风作浪。可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一向不和，他们又突然间联手。以二人的性格来看，此事未必是件简单的事情。大大的意思是，连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受那道姑指使。这季玄瑜一定不简单。可他为什么要对付武昭仪呢？啊，对了，有一个人可以帮忙。谁？大理寺丞申天命。申天命。申大人每天的黄昏，都要到天牢来探望一位女囚，风雨不改。看来严大人和申大人的交情不浅啊。这名女囚因为杀夫案被判入狱，秋后便要问斩。申大人曾托我给这个女子画一幅像，这样即使以后人没了，也可以用画像来凭吊。为一个杀害了自己丈夫的女人画像，这背后一定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吧？好，仁杰，申大人还给这画像题了词。这幅画像呢，我已经裱好了，顺便今天带给申大人。人到海水深，不抵相思半。海水上有涯，相思渺无畔。赌像思人，看来这申大人是喜欢上了这个女子。是啊，申大人虽然看起来一丝不苟、教条严谨，但是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。大人可有什么事情放不下，抑郁于心？天命的一切都逃不过英英姑娘的慧眼。恕英英直言，虽然大人在大理寺供职多年，阅览无数，但大人始终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。大人的情感太丰富，远远超过大人的理智。可是，我从来都是按照理智办案，从没有凭感觉行事，哪怕一次。这也是大人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有自己的坚持，是一件好事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最怕的，就是看见月亮。到了晚上，我甚至都不敢抬头。我害怕看到月亮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大人，英英已是怀有必死之心的人，对人世间已无半点留恋。可是，在生命的尽头，我遇见了大人。英英这才知道，人世间最痛苦的不是绝望，而是绝望之后，老天爷又给了他希望。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要抓你？可是我又偏偏不得不抓你。这可能就是我做人矛盾的地方吧。英英，如果我申天命的命能够换你的命，天命在所不辞。大人，英英曾读过许多道家典籍，自知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生死命里注定，除非能够做神仙，跳出三界，超脱五行。
申大人。严大人，申大人，画已经装裱好了，今天我带回来了。多谢大人。不用客气。两位，这就是大理寺丞申天命申大人。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，这位是人杰的随侍莫雨。莫雨见过申大人。你就是汴州判佐狄仁杰？那为什么如此打扮？我们这身打扮，是为了混进皇宫查案。申大人，现在我们已是掖庭宫的小太监、小五和小四。想必又是严大人的主意吧？哎，我在朝堂上不能言，朝堂下我又查不得，只有另请高明了。人杰知道申大人不相信狐妖杀人之说，只杀于此案涉及后宫诸人而投鼠忌器。既然如此，申大人就把这件事交给人杰来办吧。狄大人，仵作已经验过尸，张大人颈部的伤口的确是致命伤。但申大人不觉得这个类似于抓痕的痕迹，未免太过于深浅一致？的确，与其说是被狐妖害死，倒不如说是被一种模仿狐狸爪子的器具所伤。这是被硬物撞击的痕迹，看形状，应该是张大人的头撞到书架上。张大人倒下的地方，绝对不是那一片空地。狄大人的意思是，张大人被凶手袭击，头撞到书架上，然后留下的痕迹。没错，张大人当时应该是在书架之间查阅资料，所以藏书的附近才是他遇害的地方。大大，看来你昨天猜的没错，尸体被凶手移动过。奇怪，这凶手为什么要移动尸体？我想，是不是要赶紧把这个事情向皇上汇报？不，皇上现在一直摇摆不定，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，严大人还是先不要告诉皇上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毕竟，凶手是怎么进入弘文馆，杀死张大人？还有那个季玄瑜，他是怎么元神出窍的？咱们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对了，申大人，你查到季玄瑜的背景了吗？我手下的天机术士找了许多同名同姓人的资料，却没有一个是道姑。可是查遍全国的道观名册，却没有找到一个叫季玄瑜的。这个人，就好像是从天而降一样。申大人，你可知道这世上有一种铜镜，可以将狐狸的影子照在墙上？天命记得，有一本古书上说，有一能工巧匠曾经制造了一把，把镜子背后的图案通过铜镜照到墙壁上的怪镜。但是其中的原理我也没有搞清楚。申大人，就将此书借给人杰一看吧。好。申大人，
什么事？下官找到一样东西，或许跟许多年前红尘六绝的案子有关。无字天碑，怎么来的？下官有一位朋友参加风之沙城的7年之赌，将其赢回来，再转卖给下官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有了这无字天碑，就等于有了解决红尘六绝的钥匙。下官知道申大人素来对异域文字颇有研究，却不知道大人能否解开上面的谜题。这天碑可是有些难度，怕要花好些时间呢。辛苦大人。任姐，神天命能够为你破例，我觉得他是把所有的希望和抱负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申大人绝对是个好官，但他却并不适合做官。大大，依墨雨看，你和申大人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你更幸福，没有身处朝廷，便没有像申大人那么多束缚。申大人，可否找到？狄大人，本官最近事情比较忙，而且大理寺办案，有时候朝廷的限制比较多，所以弘文馆这件案子就拜托狄大人了。大人放心，人姐定尽全力而为。河南发生旱灾，朕决定开太仓赈灾。不知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皇上心系灾民，实乃我大唐百姓之福。开太仓赈灾，老臣觉得正当时候。皇上爱民之心，想必定会感动上苍，降甘露于河南。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交此事由户部负责，详细拟出个章程，尽快着手去办。今年年底就要行祭祖大典，朕想接蒲王回长安参加大典。陛下，蒲王殿下是陛下的亲哥哥。皇上，老臣以为，先皇宠爱蒲王殿下，蒲王殿下虽被流放在外，但回家祭祖以示孝道，未尝不可。长孙大人说的没错，臣附议。陛下，但蒲王毕竟是流放之人，不适合在长安久居。大典后应立即离开长安。皇上，楚大人的话也不无道理啊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大典之后，朕就送蒲王离开长安。吾皇英明。开饭喽！哦，开饭喽！嘿，看你们平常飞扬跋扈、骄纵蛮横，没想到还能跟小孩玩在一起。飞扬跋扈、骄纵蛮横，那是对你。你有我们小皇子这么可爱吗？就是，小孩子是最真实的，他喜欢跟谁，谁便是最真实、最单纯的人。来，叔叔抱，给叔叔抱一抱。哦，你看，连小孩子都不愿意理你，可见你这个人平常装模作样，虚伪的很呢。唉，稚子何辜，被你拿来评测人心。哎，让我试试。好乖。哎呀，来，叔叔抱。哎呦。哦，秃猪头。有你这样抱孩子吗？怎么抱啊？你们笑什么？我只是在教他怎么抱孩子，有那么可笑吗？对啊，我在跟他学怎么抱孩子，有这么可笑吗？皇儿若非皇子，我就叫他认你们两个做干爹干娘了。哎，你给我干嘛？我可不是他干娘。
大大，我装模作样，他不喜欢我。啊，还是我来吧。昭仪，那还是你来吧。乖乖好乖。这有你们真好，连他都不孤单了。哟，红儿，大家别站着，吃饭吧。这书上说，铜镜可以在强光之下，将背面图案投射在墙壁之上，称之为透光镜。那天正是晌午，王福叫我出去，我记得阳光特别刺眼，根本就看不到那面镜子。然后不知为何，我就头痛欲裂。我想昭仪之所以会头痛，可能是因为符咒的烟雾里有迷魂香。当时的风向正好朝着昭仪处，烟也自然到了她的身上。可是那照妖镜为何会出现狐狸的影子？可与日光有关，是不是就是书上说的透光镜啊？这书上没有说，透光镜为什么可以把背面的图案投射在墙上？但书上说，所呈现的是镜子背面的图案，可见玄机都在镜背之上。那日光只是个辅助的条件。要是能想办法找到那面铜镜就好了，看看它背面纹饰里都有些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说不定那镜子背面就有一只狐狸。我在季玄瑜住处的供桌上看到过这面镜子，听王公公说，季玄瑜今晚会和皇上、皇后一起用膳。红金兰陵，我要你们今晚做回女飞贼，去季玄瑜那儿把铜镜偷回来，再还回去。还要还回去？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有做过偷完还还的事情。我要趁季玄瑜回来之前研究铜镜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所以必须还回去，而且要偷得快，还得快，干净利索。墨雨，你和我出宫一趟。我要去调查季玄瑜的身份。天黑之前，我们回来和红金兰陵会面。好，你放心去办事吧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可是季玄瑜的背景，连天机堂都无从着手。天机堂查不到的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试一试。原来你说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！我差点忘了，感业寺一案中，这个城隍庙还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城隍庙曾经赢过天机堂，我们并非毫无希望。大大，我们身上的钱不多了，你要小心发问。请问城隍，现在在宫中兴风作浪的季玄瑜道姑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还记得上次我问王昭燕的行踪，抽到的正是死签。当时城隍并没有发话。狄仁杰，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，城隍虽然知道，但是一句也不能说。为何不能说？难道季玄瑜真的是神仙？说不得。并非他说不得，而是他背后的势力说不得。他的势力太大了，我不敢说。墨雨，身上还有钱吗？只有最后一锭了。填到香油箱内，给城隍爷爷。请问城隍，这世上是否有能制造出透光镜的能工巧匠？
当然有。此人人称神境书生，现在就在长安，可他居无定所，性情古怪，很难找到。大大，看来你又遇到难题了。据说长安城有100多万人，这样的范围，凭你我2人之力找这么一个人，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呐！我们找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况且找人的不止我们2个。放心吧，多谢城隍相助，人杰告辞了。帮主，副帮主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不仅是汴州叛总，还是这长安第1大帮的帮主呢。所以我在长安城想找一个人并不难。走！我又赢了！许久未见大家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哎呀，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！大家这些虚礼就免了。好酒啊！那就请帮主喝一碗。哎呀，快！敬帮主一碗。哎呀，敬帮主。确实好酒。哎呀，帮主，你看你来就来吧。你说你通知一下帮里的兄弟们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好有个准备，给帮主接风洗尘呢。振峰，这次人杰来的匆忙，是为了一个案子。我问你，这长乐帮可是长安城的第1大帮？没错啊，我长乐帮要敢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的。好，那么长乐帮在长安城找一个人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哎呀，分分钟的，不管是苍蝇还是蚊子，只要他在长乐帮的管辖范围之内，分分钟就给他找出来。说找什么人？神境书生。没问题，3天之内必有消息。经过，朕为你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为何只吃1碟青菜？满桌盛宴固然可以满足无尽的食欲，但一味贪吃，则很难再嗅出真味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这清欢是最好的滋味了。皇上，仙姑的话颇有道理。后宫佳丽3000都能极尽能事讨皇上欢心，但是后宫的和睦最重要。皇上心情舒畅，就如同今日今时。舅父所言甚是。皇上，臣妾已经想明白了，自己身为一国之母，应该爱陛下之所爱，想陛下之所想，统辖后宫，以礼服人。姐姐，你终日为后宫操劳，我这个做妹妹的理应多出一份力协助姐姐，今后断不会再与你争风吃醋了。其实这几日朕也想了很多，以后朕绝对不会再专宠一人。正如舅父平时教导的，凡事当以大局为重，以大唐江山为重。陛下能这么想，先帝在天之灵定会十分欣慰。舅父请起。来，真够简朴的。要是以前，这样的地方我飞鸿金看都不看一眼。别的说了，赶紧找吧，时间紧迫。
季玄于著书的供桌上看到过这面镜子。红巾，找到了。想必这个就是狄仁杰所说的那面铜镜。我们拿了，赶紧走吧。走。哇！没想到这假道姑还有如此珍宝贝。红巾，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偷这个首饰盒？狄仁杰说过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快走吧。姐，这贼不走空的。况且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那个假道姑的吧？那也不行。走。姐，祖师爷爷道圣的印章，只要是他的东西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偷来的，他都会刻这个印章的。真的，师傅告诉我们的。道圣，红巾，既然我们决定跟随狄仁杰，就不再是贼了，所以这个不能拿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赶紧走。狄大人，可查到什么了？可以说查到了，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查到。季玄于背后的势力非常强大，无论是大理寺的天机堂，还是江湖中的城隍庙，都问不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。红间兰陵还没有回来吗？他们入宫不久，可能不熟悉路。要不要我去接一下他们？算了，等等吧。一切是否顺利？飞贼姐妹并非浪得虚名。有没有被人发现？我们姐妹偷东西从未失过手，被人发现岂还了得？就是这面镜子，那天的强光虽然特别刺眼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。对了，你们出宫有什么收获吗？照妖镜倒是有点眉目，但季玄于的身世仍是一个不解之谜。狄仁杰不是说过，一个大问题旁边总有许多小问题，也许这些小问题解决了，大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。奇怪，这面镜子的背面根本就没有狐狸的图案。难道这不是《铜镜传》里面记载的透光镜？大大，你不是命长乐帮去找神境书生了吗？也许他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谁是神境书生啊？是这个世上还能再造出透光镜的人。时间不早了，红间兰陵，把这个送回去吧。放心吧，这就去。走了。并非是他说不得，而是他背后的势力说不得。他的势力太大了。这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不如叫仙姑来给臣妾看看吧。也好，垂仙姑。是。玄于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仙姑免礼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这不是生病，是为小人所害。为小人所害？到底是谁要害本宫啊？疼死我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到底是谁要害本宫啊？看来这武媚娘还是妖心不死。什么？又是武媚娘？皇上皇后莫怕，玄于这就去为娘娘消灾解困。快看啊，好乖，乖红儿。
胆道姑，竟敢擅闯昭仪寝宫！是朕让仙姑来的。媚娘参见陛下。参见皇上。皇上。松。皇上，武昭仪行厌胜之术。皇上，王公公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武昭仪被季玄瑜查出在宫中行厌胜之术，要害死皇后娘娘。皇上痛心疾首，下令要把她打入冷宫。那小六、小七呢？也被关进去了。这个就是从昭仪寝宫搜出来的罪证，这真真假假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会儿都得烧掉。王公公，皇上有没有说过这个案子是否还继续查下去？这皇上什么话也没说呀。既然如此，小厮等人还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宫中？皇上什么话都没说，或者是默许，或者是让大人自己选择。谢谢公公，小厮明白了。给昭仪娘娘送饭的事情，继续留给小厮来做吧。宫中众人都知趋吉避凶，好事拼了命的上，坏事都绕着走。小厮啊，公公他心眼里佩服你。这冷宫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，它比地狱还凄寒可怕，你们可要处处小心呐。谢公公提醒。诸位娘娘，诸位娘娘，我们只是太监，不是皇上。昭仪，都收拾好了。辛苦你们姐妹俩了。你别这么说，我觉得这里收拾收拾还是挺好的。武昭仪，可算是找到你们了。这地方住久了，非疯了不可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送饭啊！小四、小五不是一直给昭仪送饭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你们还是离媚娘远一点吧，在宫中行厌胜之术是大罪。你们别再为我查案担风险了，带着红巾还有兰陵回汴州去吧。这不等于是让人间放弃吗？昭仪几时看过人杰因为怕事而放弃？人杰也没有看过昭仪放弃。是啊，昭仪，我家大大的脾性就是越挫越勇，而墨雨这个仆人呢，只会跟着大大走，大大不会放弃的，墨雨也不会放弃。兰陵、红巾，你们是也不是？
狄大人，你是一位难得的好官，媚娘不想因为自己而让你受牵连。昭仪放心，人杰是皇上交进宫的，皇上还没有说让人杰停止查案，人家就还可以继续查下去。对了，昭仪，怎么你的寝宫里会有针扎的人偶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个装人偶的箱子，媚娘连见也未曾见过。奇怪，一定是有人嫁祸。但除了我们4个人之外，昭仪寝宫并无其他人进出啊。莫非是有人趁我们不注意偷溜进来？红间兰陵，你们这2天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奇怪的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没有啊。红间兰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呀。算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那个首饰盒，是我们在道姑的住处偷回来，带到昭仪寝宫的。不是啊，不关姐姐的事情，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姐姐她一直阻止我拿的。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不是交代过吗？不能动其他的东西，不能拿那些无关的东西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可是，那个盒子太精美了，我们以前是女飞贼，动点贪心在所难免嘛。那是以前。还有啊，那个盒子底下有我祖师爷爷道圣的印刻，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祖师爷爷有关。这完全是在引你上钩，好不好？可我就是上钩了，怎么了？傻书生，不是你叫我们去做女飞贼的吗？我不是真让你们去做女飞贼，我是让你们去搜查证据，搜查证据啊！你拿这些无关的东西干什么？狄大人，别再骂他们了，也不是她们姐妹俩的错，那是媚娘命中应有的结束。是啊，大大，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事已至此，的确不是故意的，但为什么就管不住自己的贪念呢？你们2个人怎么就这么容易被人利用啊？好了，看来我们是不配做狄大人的仆人了，留在这儿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我们还是去闯荡江湖，做自由自在的女飞贼吧。走，走。不许追，让他们走。墨雨，狄大人，让他去追吧。2位姑娘本没错，错的是那位道姑、皇宫，还有这个为了权力和地位让人疯狂的地方。吴昭仪，不管怎样，人杰一定会救你，人杰一定会帮你洗脱罪名。在我看来，要出这个皇宫也并不难啊，我们干嘛受他的束缚？走出这里的确容易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大，想过昭仪？你们一走，大大怎么跟王福交代？叶庭宫里势必会有人怀疑，还有昭仪和小皇子，他们在冷宫由谁照顾？姐姐，墨雨说的有点道理。我们已经陪昭仪去过冷宫了，冷宫里的人，王福还会问起来吗？叶庭宫的人，还会有人怀疑吗？而至于武昭仪，我们姐妹已经没有颜面再去照顾她了。我知道你在生大大的气，可能大大今天说的话是有点重，但那都是气话呀。是啊，也可能是我解释的太着急，他没有太弄明白。红巾，你要放心不下狄仁杰，就自己留下。飞兰陵，你根本就是妒忌大大对昭仪的关心。你和红巾一样，心里放不下大大，为什么还要欺骗自己？姐姐，墨雨说的没错，你在乎傻书生，甚至比我还要在乎。可是他已经不在乎我们了。
你是大大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他们离开我也好，宫中凶险，说不定哪天便没了性命。放心，还有我陪你，我们不会输，对吧？大家都仔细一点啊！今天晚上可是皇上招待蒲王的家宴，蒲王可是个细致的人，挑剔得很，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，都用点心啊！是。蒲王殿下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面。这味道，是武昭仪沾血绢帕的味道。公公，这是什么鱼呀？没见过吧？这叫黄鳝，这是滋补身体的好东西。这肉啊是极其鲜美，只有宫里才有这种食材。我想蒲王殿下一定非常喜欢。老爷，宫里来了位太监，说要见您。快，请他进来。是。狄仁杰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有具体线索了吗？大人可知道黄鳝？黄鳝？哦，以前宫里大宴，其中有一道菜便是黄鳝。说是鱼类，其状却又像蛇。那么大人可知道这黄鳝的血会特别吸引什么东西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仁杰，你怎么突然问起黄鳝来了？张大人出事那晚，昭仪的寝宫一直不停地传来敲门的声音，昭仪又熟睡未醒，这令皇上感到诡异，所以他更加相信那道姑所说的话。昭仪醒来后，在宫门上发现了黄鳝的血迹。人杰相信，那晚在昭仪寝宫发生的怪事，一定跟这黄鳝血有关。某种东西会被黄鳝血所吸引，撞到门上，所以产生了撞门声。竟然有这种事情！看来我们得去找申天命。这天底下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没有谁比申大人更清楚了。走。上官英英，大理寺官员薛庆之妻，谋杀亲夫，按大唐律法，杀人偿命，处以死刑，明年秋后问斩。你是否怨我？要是那日我没有前去抓你，也许你早就已经浪迹天涯，自由自在。可如果那样，依依就不会遇到大人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你饱受血亲虐待，错手杀他也是迫不得已保护自己？
为什么我沈天明要去抓你？为什么我沈天明如此刻板？大人并非刻板，而是坚守原则。大人是个好官。好官。大人不可以放走莹莹。大人这样放走莹莹，便是触犯了大唐律法。莹莹不想让大人放弃自己坚守一生的信念，这样，大人便不是莹莹所爱慕的大人了。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能看着你死。即便我们这样逃走了，一辈子也都是逃犯啊。莹莹和大人的家人怎么办？按照大唐律例，他们会被株连。难道要让他们跟我们逃一辈子吗？我沈天明以为自己坚持的原则都是对的，谁知道这是我犯下的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如果你们愿意，这个错误还来得及弥补。季玄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季玄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因为你们需要我。至于我是如何进来的，那只是玄瑜一念之间的事。大人跟这位道姑认识？这件事情一时很难说清楚。茵茵姑娘，玄瑜知道你是个多才多艺的难得女子，不仅练得一身好功夫，还做得一手好文章，却因自小与薛家定亲而嫁给素未谋面的薛庆。薛庆生性好赌，还时常打你。在一次争吵中，你实在忍不过，错手杀死了薛庆。申大人，茵茵本是无辜的，你为何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看相算命对玄瑜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。莹莹，不要相信这道姑。季玄宇，你到这里来究竟是要干什么？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说过，只要我想，哪里都去的。而玄宇要做的事，也就是大人要做的事。救茵茵。不行，我不要逃走。茵茵姑娘不必担心，玄瑜不是让你逃走，而是让你飞升，白日飞升。飞升。申大人，申大人，你这次似乎在牢里待了很久啊。二位大人一直在这等本官吗？啊，我们等你有一会儿了。可曾见到有人出入？并没有。没有。出了什么事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二位找本官有何事？是不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？啊，我昨日去见了季玄瑜。那个道姑似乎真的有能看穿人心的本事。我让红金兰陵叶晚辰他不在的时候到归真观偷那个照妖镜，没想到反而中了他的计，害得武昭仪被陷害，打入了冷宫。那二位以为，这个季玄瑜为什么要进到后宫，妖言惑众呢？我一直认为，那个季玄瑜之所以来皇宫，是皇后请来对付武昭仪的。这个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吧？申大人，你可知道城隍庙？城隍庙。城隍庙是唯一可以和天机堂一较高下的情报资料搜集机构。天机堂用的是官府的势力，而城隍庙用的是江湖力量。我昨日去了城隍庙，
原来这季玄瑜的秘密，连城隍庙都说不得。可见那背后的势力强大。但人皆敢肯定，此事并非后宫争斗那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沈大人，你可知道什么东西会被黄鳝的血所吸引吗？黄鳝，蝙蝠。蝙蝠是最嗜黄鳝之血，方圆5里之内，只要黄鳝血出现，闻风而动。原来是蝙蝠，那这就对了。张大人死的那晚，昭仪寝宫的门上便留下了黄鳝的血迹。正是这个血的味道吸引来了蝙蝠，蝙蝠没有落脚点，便不停地撞击这扇门。又因为蝙蝠比人快很多，所以当皇上开门的时候，便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心头鬼敲门，怪不得皇上一直听到撞门的声音。黄鳝血涂在门缝之中，很难被人发现。蝙蝠去了又来，皇上头痛症便又发作。只是，是谁把那血涂在门缝上？季玄瑜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归真观内做法呀。对呀。再说了，昭仪寝宫方圆5里之内都是皇宫，哪里来的蝙蝠呢？除非有人把蝙蝠抓住，又放入宫中。这样说，季玄瑜在后宫肯定有内应。皇兄，不知道你这几年在外面过得如何？朕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皇兄。多谢陛下挂念。这几年，小王在外游历，遍访名山大川，静心养神，生活倒也过得悠闲自在。皇兄在外流落，朕一直心有不忍。想想我们小时候，一同在母后寝宫玩耍的情形，朕就越发思念皇兄。只是，有碍先帝遗命，朕不能把皇兄接回宫，时常相伴左右。不知道皇兄是否会怪朕呢？瞧你说的，陛下，母后寝宫的情形也常常萦绕在小王的梦中。但是，小王从来都没有怪过陛下，也从未怨过先帝，因为小王知道，小王与陛下既是兄弟，也是大唐的君主与皇子，所以一切应以大局为重。蒲王能这么说，真是我大唐之幸。长孙无忌，敬蒲王殿下。来，那小王就以茶代酒，与舅父满饮一杯。舅父近来身体可好啊？还好，只是胸口痛的老毛病时常发作，但不碍大事。那就好。对了，皇兄，有一位世外高人，朕今天一定要给你引荐。宣玄玉仙姑觐见。玄瑜仙姑觐见。殿下，这位仙姑法力高强，最近后宫生出许多事端，都是借仙姑之力得以解决。哦，我倒真想见见。玄瑜参见皇上、皇后、淑妃娘娘、长孙大人。仙姑，莫非忘了参见蒲王殿下？玄瑜一看便知，殿下是个淡泊名利、不拘俗礼之人。殿下和玄瑜一样，心在尘世之外，故玄瑜无需参拜。原来如此，
仙姑看人断事最为准确。狐王这几年游山玩水，果然心性与以往大有不同。仙姑，今日狐王来到，不知道是否有高深的法术可以展示，让大家一饱眼福。真是难得，难得。什么难得？玄鱼刚刚算到，中秋之日，长安城内有2人仙缘已到，可以白日飞升。啊，我曾听闻仙姑在并州助人白日飞升，没想到我竟有机会亲眼见识。果真有此事？长孙大人若是不信，中秋之日可亲临观看。仙姑，不知你说的2人是谁呀？是大理寺天牢内的女囚上官茵茵和大理寺丞申天命。什么？是女囚犯和大理寺丞一起飞升？这是仙缘，不关乎人的身份。玄鱼算过，上官茵茵和申天命八字相合，2人虽然都与仙道有缘，但只有在一起阴阳互补，才可以飞升成仙。哦，小王在外游历多年，修真之人倒也见过不少。他们虽然修炼多年，但总差一点仙缘呢。可申大人从未修炼过道家法术啊，所以才需要玄鱼助其一臂之力。白日飞升并非人人都可，也并非时时都有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白日飞升，朕确实想见识一下。若真能飞升成仙，那也是咱们大唐的一段佳话呀。陛下，那个女囚倒无所谓，只是申大人主管大理寺，职责甚为重要。即便是飞升，是否也应该问过申大人，看他是否愿意？舅父所言有理。皇上，中秋飞升之前，请准许申大人和上官茵茵同玄鱼一起修炼，这样成功的机会会更大。至于修炼之后是否能飞升，可按申大人的意愿行事。好，就依仙姑所言。白日飞升并非是一种妄想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为其苦修一生。可飞升谈何容易？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样样备齐。玄鱼算过，申大人和茵茵姑娘八字相合，与仙道有缘。中秋之日正是你2人飞升之时。如申大人和茵茵姑娘愿意，玄鱼愿带你们回归真观清修，并助你们飞升，在天上做一对神仙眷侣。可茵茵身为死囚，怎能不出这天牢？而且，茵茵不想连累申大人，这点你大可放心，玄鱼会说服皇上，特赦茵茵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玄鱼所说千真万确，绝无半句虚言。莹莹，别听这个道姑胡说八道。齐玄宇，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可是你千万别想利用我和莹莹。中秋之后必要被斩首，难道你真的甘愿就此放弃？申大人，难道你连一点弥补过错的机会也不给自己吗？即便你们不相信飞升，那也应该相信，这是一个摆脱命运的机会。申大人呐，我都绕大理寺1圈了，总算找到您了。不知王公公
找下官何事？申大人，这大理寺天牢中，可否有一位叫上官英英的女囚啊？公公要找英英？哎，不是老奴找，是玄鱼仙姑找。皇上特赦上官英英，准其与仙姑修炼，3日后准备飞升。还有大人您，仙姑说了，这飞升啊，得有您和英英姑娘一起才行。至于能否飞升，皇上说，随您意愿。申大人，老奴不知道是做神仙好，还是做大理寺丞好。还有3天，您可以慢慢想。不过，这对于死囚而言，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。申大人，带老奴去见见上官英英姑娘吧。好，那请王公公随本官来。请。王公公，可否请王公公等一等本官，让下官就此事跟英英姑娘交代一下。如果英英姑娘确实想跟仙姑修炼，那下官自会把她带出来。好的。多谢王公公。有什么消息了？陛下要特赦你，让你随季玄鱼修炼，准备飞升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英英，相信我，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大人，3天后英英就要被斩首，就算有什么阴谋，英英也要试一试。毕竟这是皇帝特赦，不用逃，不用连累大人，英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出这个大牢。是啊，名正言顺地走出这个大牢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为了保护你，这3天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中秋那天，是否飞升，请让天明自己决定。这位就是上官英英姑娘吧？恭喜你了。谢谢公公。老奴这就带你去归真观。王公公，本官也一起去。哟，大人这就想好了。3日之后，公公就知道了。好，请。又是白粥素菜，这冷宫伙食也太差了，毕竟是娘娘。你看，长安凤翔记的小笼包，我一早溜出宫买的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那时还跟周公说话呢。哎，昨晚啊，我在皇上招待仆王的宴会上，听仙姑说要在中秋那日表演白日飞升呢。这世上还真有白日飞升这事儿啊！要是让我们也去多好。呸，想得美！仙姑说了，飞升之人啊要有仙缘，人选已经定了，是大理寺丞申天命大人和一个叫上官英英的女囚。哎，这女囚命真好。
青姑娘现在是太医署的医女，昨晚我不舒服，整个人又烫又痛，让人去太医署请太医。可是大家听说是给我看病，便无人敢来，只有青姑娘愿来替我诊治。这青姑娘是太医署的医女？我也不知道。狄大人，青姑娘已经忙了一个晚上，劳烦你把青姑娘送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娘娘，只要按照我吩咐的方法和时辰服药就可以了。明天我再来给您复诊。我送你吧。谢谢你替武昭仪看病。治病救人是作为医女的职责。青子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太医署名医云集，是个钻研和学习的好地方。我报考太医署有错吗？你离我而去，难道只为了钻研医术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问我为什么，就像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一样。青子，你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了，你越来越像一个谜。可我狄仁杰这一生不希望身边的任何人都只是一个谜。你最好不认输，因为慕容清早已经死了。从道观的那一晚以后，就已经彻底死了。现在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仁杰，严大人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才就在这儿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只是你进来以后只看到慕容清姑娘，不一会儿你就跟她走了。严大人，你要谅解，我家大大见了青姑娘，眼中就没有其他人了。是啊，狄大人，你一进来看见青姑娘在，眼睛便不会去别处了。武昭仪，你刚刚说的话能否再重复一遍？我说，你一进来看见青姑娘在，眼睛便不会去别处了。一进来，眼睛就不会看到别处，眼睛不会看到别处，一进来就看见眼睛不会看到别处，一进来就看见眼睛就不会看到别处。我想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张大人，并且离开了弘文馆。凶手根本就是一直藏在弘文馆内。弘文馆内有许多高大的书架，很容易藏人和遮蔽视线。更何况，当时正好是晚上。张大人在书架间查找资料，凶手趁其不备，用类似于狐狸爪形的凶器扎入了张大人的脖颈，杀死了张大人。凶手杀死张大人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便开始了他精密的一番布置。凶手先将张大人拖到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，撕碎了张大人所写的禁言书，却故意保留写有武昭仪和胡媚的2张纸片，使众人更加相信是昭仪的报复。然后凶手将一早便带来的胡毛撒下，学了一声张大人的惨叫，惊动了门外的2个守卫，便藏到了书架的后边。这个杀人现场太过令人震撼，同时张大人的位置守卫一开门便能看到。凭着第一反应，2个守卫自然会被吸引过去，而凶手便可以趁此机会从大门离开弘文馆。凶手移动了尸体，又布下了如此复杂的现场，不仅仅是为了让看见的人产生狐妖杀人的联想，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逃出弘文馆的机会。这道理就是昭仪娘娘所说的，守卫一进门便看到最重要的
眼睛哪儿还会再看别处？当时2个守卫如此，我们大家也都是如此。没想到凶手竟用了如此简单的道理，迷惑了我们所有人。有的时候，越是简单的道理，越不容易想到。如你所言，看来这一切早有部署。守卫说道姑很快便来捉妖，从时间上来看，未免也太过于凑巧了。所以我怀疑是季玄瑜杀死了张大人，离开弘文馆后，又转过头来装神弄鬼。这怎么可能？当时季玄瑜正在归真观内做法呀，长孙大人、王皇后和萧淑妃他们都在场，难道他们通通在说谎，或者通通都是帮凶不成？我倒不相信所有人都会为季玄瑜说谎，至少长孙无忌没有必要。但这一定不是什么荒谬至极的元神出窍，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严大人，你为何这么早就来找人杰？我先去的叶庭宫，没有见到你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季玄瑜要在中秋的时候表演白日飞升，而且他的人选，居然是申大人，还有那个女囚。哦，这件事我和墨雨听一位宫女说起过。要表演白日飞升，看来那道姑不只是冲我而来。季玄瑜背后的势力，连城隍都说不得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在季玄瑜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阴谋。以申大人的智慧，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。他又怎么会去配合那季玄瑜呢？这个问题，只有申大人自己能够解答。仁姐，我问过大理寺的人了，他们告诉我，说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已经随季玄瑜去归真观修炼了。明日就是中秋了，大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申大人去修炼，一定是为了上观莺莺。严大人，墨雨，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赶在季玄瑜的行动之前，来揭穿这个骗局。你是说，我们要想办法找出那个飞升的方法？对。原来又是你。不知公公现在是否已放下成见，心存敬畏了呢？小嗣最近也读了些道家的经书，心中敬畏油然而生。既是如此，最好。你可知大理寺丞与女囚上官莺莺将要在中秋之日飞升的事情？小嗣在内侍监听其他的宫女和太监说起过，很是好奇。这世上真的有飞升成仙一事吗？公公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放下成见，心存敬畏，凡事心诚则灵。若公公诚心，玄瑜可在中秋之日请公公帮忙。因那飞升之事并不是一步便可完成，需费很多周折，玄瑜也需要人手。小嗣愿意为仙姑效劳。自从莺莺被抓到大理寺天牢以后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。你说，这仙界会是什么样的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快乐的莺莺。走在长安的街头，我才觉得，不管季玄瑜的白日飞升背后有什么阴谋，能够为莺莺赢得这一天的自由与快乐，也是值得的。不管我有多少坚持和怀疑，都要暂时忘掉。真好看。虽然你把我抓进牢房，但现在想想，
茵茵在牢房的日子还是很幸福的。每天黄昏，大人都会来和茵茵谈天说地，诗词唱和。如果没有行刑的那一天，茵茵倒愿意永远关在天牢里。大人，茵茵怕的不是斩首，而是与大人分离。茵茵，你就那么相信那个道姑？对于一个已经绝望的人来说，不管机会多渺茫，他都愿意试。大人，茵茵求你，就当给我们一个机会。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至少我们可以在一起，不用连累家人。季玄宇似乎有魔力，达成他一切想要做的事情。就连大理寺丞申天命也被他说服。天命和鹰眼开始跟季玄宇修炼，准备中秋日的飞升。申天命、上官莺莺，你二人可是自愿飞升的？回皇上，民女愿意飞升。若真能成为神仙，莺莺会在天上日夜祈祷我大唐国泰民安。听闻你是死囚。是。那么，若你能飞升成仙，朕也乐观其成；但若飞升不成，一样要行刑，不能破坏我大唐的律法。皇上放心，飞升是天意，只要莺莺和申大人在一起，就一定能飞升成仙。那，申大人，你呢？陛下，微臣愿意一起飞升。申大人，此事非同儿戏。自古以来，只听闻有飞升，而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。严大人，您没有见过的事情并非不存在，不过严大人您今次可以亲眼见到了。申大人，你掌管大理寺，责任重大，要三思而行啊！做神仙逍遥自在，不必为了人世间的俗事所羁绊。而且陛下，大理寺人才济济，为陛下分忧解难的人还有很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祝你二人明日飞升成功。皇上，飞升并非轻易可以做到，还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可以。哦，仙姑可细细道来，朕愿闻其详。天时即飞升的时辰，玄宇已算过，乃明日子时。地利即飞升的地点，这需要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共同测出。至于人和，申大人和莺莺八字相合，此二人的命数也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不过还需要飞升前真正的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体，方才可以。结为一体？你这话的意思是？给他们举办婚礼，让他们结为夫妇，便自是一体了。陛下，为了顺利飞升，臣愿意迎娶上官莺莺。这……皇上，道家并不反对世俗的婚姻，阴阳和合亦为我道家的修炼法门之一。明朝他二人飞升，就是一对神仙眷侣，也是我大唐的一段佳话。仙姑，那这婚礼应该如何举办？明日，玄瑜将带申大人到飞升之地闭门修法，莺莺姑娘则在归真观内等待花轿迎娶。花轿将莺莺姑娘接至飞升之地，申大人便奏迎亲曲。莺莺姑娘可自己走入洞房，与申大人完婚。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人打扰，所以玄宇也会出来在洞房外做法。申大人一曲奏毕，二人即可飞升。所谓曲终人散，从此以后，申大人和莺莺姑娘
就是一对神仙眷侣了。老夫非但没有见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那好，老夫明日便拭目以待。那仙姑，方才你说那飞升的地点需要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共同测出。严大人不要着急，现在申天命大人和莺莺姑娘便要测出这飞升之地了。申大人，请你随意选择一个位置。这里就行。皇上，玄鱼算过，莺莺是金命，代表东方。现在玄鱼便要在申大人所站的地方测着长安城的最东处是什么地方。谁可知这甘露殿的最东南方是什么地方？永安坊。那永安坊的最东处呢？王府，派人去查一查。是。皇上，永安坊的最东面是和府书斋。和府书斋，这是谁家的宅子？皇上，和府书斋是太宗时弘文馆大学士和庆的私宅。和庆？朕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和庆因太子谋反案的牵连被问斩了。陛下，听长孙大人这么一说，微臣也想起来了。那和庆乃是当时的太子少傅。那这岂不是罪臣之宅？这怎么能做飞升之地呢？皇上，这也是天意，乃莺莺和申天命的八字共同测出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不可更换。虽说那宅子是有些阴气，玄宇可命一人今晚去压宅，去那阴气便可。那仙姑派何人前去？掖庭宫的太监小四。小四？你说小四？王府，宣小四觐见。是。宣小四觐见。小四参见皇上。平身。小四，明日和府书斋要举行飞升盛事，仙姑要命你前去压宅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啊？皇上，小四在所不辞。好，王府，朕命你替仙姑准备明日飞升所需的一切物品及事宜。是。仙姑，朕非常期待明天的结果。皇上请放心，玄鱼不会让皇上和诸位失望。狄仁杰，你有没有查到什么？皇上，你可知道城隍庙？那不是供奉城隍的地方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它与大理寺的天机堂齐名，是民间各类消息最灵通、最齐全的地方。季玄鱼的背景，大理寺查不到，人杰便去城隍庙查问。可是城隍庙说，关于季玄鱼的一切都说不得，因为他背后的势力实在是太过强大。说不得？莫非他真是神仙？皇上，真正的神仙是不会害人的。可那季玄鱼，恐怕已经害死一个人了吧？你是说张大人的死？你可查到了什么？皇上，张大人的尸体曾经被移动过，而这凶手就一直藏在弘文馆内的书架后面。当守卫推门而入的时候，他们立刻被眼前张大人的尸体和这奇怪的现场所吸引过去，凶手便趁此机会逃走。我怀疑这个凶手
就是马上赶回来捉妖做法的季玄宇。可是仙姑她明明在归真观内做法呀，她去捉妖明明是元神出窍，这一点皇后、淑妃、舅父，还有守卫都是亲眼所见。狄仁杰，凶手若是仙姑的话，可有确凿证据？这么说，一切只是你的推论。凶手居然藏在弘文馆，狄仁杰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皇上，狄大人已经查出来，那晚，皇上在武昭仪的寝宫听到的撞门声，乃是蝙蝠所为。昭仪也在门缝里发现了血迹，而狄大人的书童墨雨，鼻子极为灵敏，他已经闻出那是黄鳝血，而蝙蝠最是黄鳝血。但这皇宫四周都是宫殿，并无山洞荒宅，何来蝙蝠？简直是荒谬！对了，那媚娘最近怎么样？回皇上，冷宫之内衣食住行条件还好，但相比来说，最凄寒的是冷宫内的人心。人间经常可以听到疯了的嫔妃呼唤皇上的声音。这么说，媚娘她……武昭仪与小皇子相依为命，人杰看着都觉得可怜，但昭仪对皇上却没有半句怨言。昭仪说，当初皇上没有忘记当年的5年之情，将她带入宫中产下小皇子，他的心中已是不胜感激了。怎么会如此？真的不希望媚娘是狐妖。皇上，武昭仪根本就不是狐妖。如果昭仪是狐妖的话，她怎么可能在冷宫中苦苦等待皇上的回心转意呢？是啊，皇上，狄大人说的没错。如若武昭仪真是狐妖，那么在感业寺，她又岂能任人冤枉呢？但是仙姑法力高深，一切又是朕亲眼所见，朕不得不信啊。还有，宣大人，在追随仙姑修法之后，也心甘情愿去飞升了。皇上，这所有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更深的原因，请皇上再给人杰一些时间，让人杰查明吧。这次仙姑选你去压寨，正是大好时机。狄仁杰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是，皇上。